做公益就有什么分类呢？不会分类啊，肯定就是有什么公益做什么公益啊，不会就是说我现在想做一个关于就是小孩们子的，然后就比如说有一个海洋环保的找到我不做，我就要做小孩的，那肯定不行啊，不会有这样的想法，就肯定是有什么做什么。所以我也希望大家可以呼吁身边的人，带着你所有的亲朋好友、爷爷奶奶、二姑啊什么就是大家都对拖家带口，然后就会成为一个很厉害的力量。所以我希望感觉那天直播间的气氛就很好，然后很喜欢跟大家聊天，跟爷爷们有一个这样直播的互动啊。我觉得更多的是我们可以多组织一点这样的活动，也是可以线下的，然后去看看老人们。其实我很想给老人们做饭啊这种，因为我会做饭嘛，我觉得吃饭是最容易在一起感觉很温暖的，也是最能快速拉近跟老人距离的。其实很多的家人啊，包括长辈啊，都是希望自己可以被需要的。比如说我姥姥，他们其实并不是需要很多的东西，就他可能就是有的时候，比如说我回那个姥姥家去看他，或者我也不用就是说给他带什么东西他就开心，只要是我回去他就很开心。他们其实也是希望我可以跟他们讲一些我发生过的解决不好的事情，或是遇到的困难，这样他们就会觉得自己会有那种被需要的感觉。最能让我直接感触到的就是我姥姥年轻的时候，她是一个就是女强人的那种感觉，就感觉她什么都可以搞定。因为一直我也是姥姥带大嘛，然后就感觉她特别厉害。比如说有时候我妈我爸教育我的时候，我姥姥就会护着我，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哇，姥姥就像一棵苍天大树一样，可以为我挡掉这些可怕的东西。因为那个时候我年龄很小嘛，慢慢长大了之后，我就会觉得姥姥慢慢变得越来越粘人了。从以前不会就是每天就给我打电话那种，到现在她就是天天都给我打电话，就是每天都要问我怎么样，就是会有这种感觉。17里河区相关领导陪同下，青年艺人预言及其他青年代表一起深入兰州百合核心产区，参观百合种植、生产加工的各个环节。第一次，来到山里，然后在这种大自然环境下，然后还能挖到很多百合，就很开心。然后也，希望就是更多的人可以参与到这个乡村振兴的工作中。做公益这件事情可能会让我更多的了解到一些我之前不知道的需要帮助的一些人们，就一些渠道等等，或者是他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因为有的时候你可能你不去接触，你不去做这件事情，你不知道他们真正所需要的是什么，因为没有感同身受这件事情嘛。但是你比如说我这个月我去了，可能就是说乡村振兴这个活动，你才会知道哦，原来这样的事情可以帮助到他们，就是会有这方面的认知。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每个人做一件小事，它就会变成很有意义的一件大事。张宇，你现在是干什么的呀？现在我在想这个看门儿啊，在看门。那明明已经到退休年纪了，是不是？为什么依旧想要工作呢？哎，这人这个体格可以说是啊，有这个在做公益的途中，就是也会去了解到很多的。比如说一些人物啊，就是他的一些故事，就是他们可能在生活中，因为某些事情变成了别人眼中的弱者，但是他们自己心里不会这么以为，就是他们不会觉得自己真的就是说是弱者，他们的坚持啊，包括等等一系列自己做的一些努力，会比真正我们所意义上的普通人会更厉害、更强大。所以我觉得就是为什么这件事情能带来给我力量，就是因为他们所遇到的事情是我生活中目前没有遇到的事情。就是如果我就比如说我经历这样的事情，我可能
会坚持不下去，但是他们是乐观面对的，也是就是很积极的在生活，然后他们也是每天会发一些视频啊，然后等等这些东西，我就是会觉得他们很伟大吧，就觉得他们真的好厉害，好了不起。现在就是希望可以做别人的英雄吧，就是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儿吧。知道叶老师经常会身体力行去参与很多的公益性的活动啊，所以说呢也特别想听听你对于女性力量这样的4个字有什么样的解读？因为其实虽然现在我还没有感受到就是日后的日子会是怎么样的，但其实我在我的家庭里是有感受到的，因为我们家庭里就是会有好几辈女性嘛，所以我其实感受到的女性力量还真的挺多的，然后也很佩服我家里的女性们能就是把我养得这么好。我妈很早就开始做老师了，她没有做过别的职业，就是一直是老师，所以我就是从很小的时候，他们学校就会组织这样的活动，捐一些我就是以前买的书，就是我看完了的书，又有科学的，然后又有那个什么，就是反正就是那种画本，那种很多的书，我妈就会带着我，就是全捐给就是可能一些山区的孩子，几乎就是每半年，然后就是到后面就会开始捐这些衣服啊，然后他们学校也会组织很多，就是除了这种比如说捐书捐衣服，他还会就是有一些小动物啊，反正还会有很多这种类似的活动，然后可以去参与。我爸妈就是从小就会跟我讲，有好东西要分享给别人，就是类似于这种，就是总跟我说，所以我小的时候就是一个很爱分享的人，然后包括就是我不护食，就是我有好吃的东西我也会分享给别的小伙伴，所以我觉得这件事儿也是理所当然的。我小时候不知道这是公益啊，我小时候就只知道这个是我的一个到了我的一个环节了，我妈觉得这是一件很习以为常的事，所以她现在也并不会觉得我做这件事有很新鲜或者是怎么样，就是很日常罢了。不要太在意一件事情的结果，我觉得就是这个过程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我也不是说就是说一定要坚持去做这个东西，因为我觉得有氧运动才算坚持，就是你不是很愿意做的事情，那才是要坚持下去。做公益这件事情不用坚持，你就是很日常去完成就好了。而且你每天都可以，你每刻都可以，就是你起来也可以，睡觉前也可以。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也不能说是日积月累吧，我觉得这是一种点点滴滴的东西。今天很开心的来到这里，然后可以陪爷爷们说话，然后也看到了很可爱的小宠物，很开心。然后也希望大家以后无论是我在或不在，大家都可以用心的去做公益。谢谢大家。对，下送出次小红花是记得要发小红花，要发小红花哈。对，大家赶紧可以捐出我们的小红花来帮助孤寡老人。其实也不一定就是说艺人才能做公益活动，只是艺人可以更好的去呼吁这方面的东西。但是就是你可能比如说你是就是别的职业的人们，就是你也可以就是说，就比如说你可能有的时候你在网上就可能在哪里就看到了这个东西，因为你得知道你才可以做嘛。所以我就觉得我能在这方面有一个那种蒲公英的作用就挺好的。你也不能说是受我影响，可能他们本身就是喜欢做，反正我挺开心的，我就觉得挺好的，就大家喜好都相同，就是大家都喜欢做一样的事情，我就觉得挺好的。